皇兄，这天下该易主了，今日便葬身这皇陵地宫吧。皇上，你好狠的心！先帝驾崩，传朕旨意，沈贵妃和纪贵妃等后宫嫔妃皆为先帝陪葬。小唐，这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怀了身孕，本想着让你亲自取名字，可眼下我撑不住了，来世间。不要，小唐！端王萧景睿在皇陵祭拜时逼宫夺取，先帝驾崩，后宫妃嫔被活活烧死，我和闺蜜姬贵妃受尽烈火折磨。若能重来，我定要提前筹谋，逃出皇宫。我没死，这里是华清池。我竟然回到了萧景睿造反的前3日。知薇，你怎么在水里憋了这么久？小唐，你没被烧死，我也还活着。知薇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开始说胡话了？夏荷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夏荷，现在去告诉皇上身旁的大太监赵公公，说我得了风寒，今夜不能侍寝，然后立刻去把李嬷嬷叫来。奴婢这就去。知薇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推掉侍寝，你没事吧？小唐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就回去，找出你所有贵重的东西，全部变卖。现在把我的东西全卖掉？对，就是现在，除了要摆在明面上的，其他全部变卖，一件不留。为什么？那可是我存了好长时间的宝贝啊！3天后，他们会在皇陵烧为灰烬。快去！行了，我听你的就是。参见娘娘。纪贵妃，娘娘这么晚叫老奴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儿？你们2个听好了，现在去把所有金银首饰、古玩玉器全都翻出来，拿去当掉。娘娘万万不可啊！这宫里的物件大多是陛下赏赐的御赐之物，私自典当，一旦被内务部查出，可是大罪呀！你们快起来！我清楚这话听着荒唐，可3日后京城大乱，这些金银珠宝根本没有性命重要。在深宫里，本宫能信任的只有你们，在我心里，你们早已是我的家人。我想带着你们活下去，所以相信我好吗？老奴这条贱命是当年娘娘救下的，既然娘娘这么说，老奴就算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陪娘娘赌一回。奴婢也誓死追随娘娘。那现在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是。格上显眼的瓷器一件别动，留着掩人耳目。李嬷嬷，把不显眼的、容易携带的珠宝先装起来，多宝阁空缺的地方放几个粗糙的赝品顶替。老奴遵命。李嬷嬷，你亲自带出宫去，分去3家互不相识的当铺，分批典当，全部换成银票，行事千万低调，切记千万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娘娘放心，老奴必定万分小心。娘娘，真的会有大祸吗？奴婢跟了您这么久，从没见过您这般惶恐。会。3日之后，
这里将会变成人间炼狱，血流成河。娘娘，您怎么会这么笃定？就像是您亲眼见过一样。因为上一世，我和你们所有人都会被关进皇陵，活活烧死。娘娘，我们要不要告诉其他妃嫔？夏荷，一旦泄露，便是妖言惑众的死罪。眼下，我只想带着你们好好活下去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再也不会多嘴。有人来了，是小唐回来了吗？娘娘，不是季贵妃，是陛下身边的赵公公。知道了。奴才参见贵妃娘娘。陛下听闻娘娘染了风寒，心中十分挂念。这是特意吩咐御膳房给娘娘做的玫瑰酥，还有这一箱番邦进贡的东海珍珠，与这件水火不侵的金丝软甲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陛下交代了，既然娘娘身子不适，就好好在瑶光殿静养。这3日都免了向皇后娘娘的晨昏定省。有劳赵公公跑一趟，替本宫多谢陛下体恤。奴才告退。紫薇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陛下对你可真好，知道你身体抱恙，送来这么多赏赐，还连请安都免了。好，前世我真信了他的深情，最后你我落得那样残忍的下场。诗薇，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唐，3日之后，这整座皇宫都会被鲜血染红。你疯了！这样口无遮拦，要掉脑袋的。你我一同入宫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这种事我不会乱说。不，我不信。小唐，你怀孕了，对不对？此事你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为何知晓？因为是你前世临死前亲口告诉我的。你说什么？3日后，皇上会拿你挡刀，你倒在我怀中，奄奄一息，说要我给你腹中孩子起个名字。最后火势越来越大，我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到我身上，我听见皮肤灼烧滋滋声，闻到的全是焦糊烟味。怎么会？我们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李嬷嬷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对，这脚步声很乱，听起来人数众多。李嬷嬷绝不会带这么多人回来，难道出事了？娘娘，是皇后娘娘来了。小唐，我来不及细说了，小荷，你带着季贵妃快先藏起来，千万别出声。容嬷嬷，把人带给沈贵妃瞧瞧，眼不眼熟？是，皇后娘娘。皇后抓到了李嬷嬷，难道我们私下筹谋的事全都暴露了？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不知娘娘深夜带了这么多人闯入臣妾的瑶光殿，还打伤并捆绑了臣妾的贴身嬷嬷。沈贵妃，你平日里仗着陛下的宠爱，在这后宫里无法无天，本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，可本宫万万没想到，你的胆子竟然大到了敢变卖御赐之物，私通宫外的地步。容嬷嬷，把这刁奴嘴里的东西拿掉。本宫倒要听听，在这铁证面前，沈贵妃还怎么狡辩。皇后娘娘，一切皆是老奴贪欲财物，半点不关贵妃娘娘的事儿。
还请皇后娘娘放过贵妃娘娘，直接赐死老奴便是。沈贵妃，一个奴才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，也没有胆子贩卖御赐之物，证据确凿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皇后娘娘，臣妾的所作所为，是唯一能救你我性命的法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其实我早该料到此事会被皇后察觉。多年后宫相争，她虽处处与我作对，本心并不恶毒。倘若我将重生真相全盘托出，或许能拉她一同自救，多一个帮手。娘娘，倘若臣妾说今夜变卖珍宝，全是因一场预知在祸的梦，只为提前布局保命，您可信？梦？沈贵妃，你以为用这种装疯卖傻的拙劣把戏，就能逃过盗卖御赐之物的死罪吗？娘娘，3天后，这京城就要变天了。大胆沈贵妃，你可知此言何等大逆不道？皇后，烦请屏退左右宫人。看在沈家与皇后娘娘顾家一向交好的份上，听臣妾一言。所有人都退下，把这个刁奴也带到院子里看好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靠近大殿半步。沈贵妃，现在殿内只有你我2人，本宫倒要听听你究竟做了怎样荒唐的梦，竟然连死都不怕了。臣妾知道，皇上平日里对臣妾宠爱太过，即使娘娘表面不说，但心里也怨恨着臣妾，想借今日之事彻底除掉臣妾，对吧？既然你心知肚明，就该知道本宫今日绝不可能放过你。可如果臣妾说3日之后，这宫里的所有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都会变成一具毫无生气的死尸呢？一派胡言！沈知微，你当真是急疯了，竟敢在后宫诅咒国运，妖言惑众！娘娘若是想活下去，明日务必推掉与端王萧景睿的棋局之约。你怎么知道端王约了本宫下棋？娘娘，臣妾还知道萧景睿会暗中偷走您亲笔写下的关山诗，借这首诗栽赃于您，让您背上私通外人、秽乱宫廷的罪名。这不可能！他平日里温润儒雅，一心远离朝廷，怎会做出这等忤逆大罪？萧景睿会拿这首诗做把柄，让陛下将您贬入冷宫，顾家也因此失宠。顾家兵权落到萧景睿的手上，待到势力稳固，他便直接起兵作乱，逼宫造反。不，本宫不信，你休想用这些妖言来蛊惑本宫！本宫现在就去面见圣上，将你的这些疯话一字不落地告诉陛下。本宫倒要看看陛下会怎么治你一个妖言惑众之罪。皇后娘娘，你忘了当年那个特殊命格了吗？当年顾老太爷在密室里对萧承义说过，皇后娘娘的八字命格极其特殊。萧承义娶你，只是想要你这稳固江山的命格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这绝不可能！这件事，当年祖父临终前只对本宫和陛下提过，世上绝无第4个人知晓。你究竟是人是鬼？上一世您曾亲口对端王说过这句话，希望他能因此留你一命，可您最后还是被他残忍的杀死，我们都活不成了。3日后，顾家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，满门抄斩，而你我还有后宫所有妃嫔宫人也会被丢进皇陵里活活烧死。难道我们还要为了一个自私自利、眼里只有他自己地位和权力的狗皇帝，在这后宫斗得你死我活，最后一起给他陪葬吗？本宫不信，一个荒唐的梦怎能断定顾家9族的生死？本宫绝不会被你几句疯话动摇。娘娘，请给我3日时间，3日之后，若我错了，那我这条命就是娘娘的；若我没错，那我们就有一线生机。来人，将妖言惑众的沈贵妃拿下！皇后娘娘，您就给沈贵妃3天时间吧。季贵妃，你也在这里胡言乱语！娘娘，知微知晓我们密室，这桩桩件件，这绝不是一个梦能解释的。
他何苦拿自己性命编造谎言来欺瞒娘娘？倘若3日风平浪静，我愿与他一同领罪受罚。好，沈知微，本宫暂且信你。既然本宫与你们最后的下场这样凄惨，那我们现在不应该赶紧跑吗？你为何还能如此淡定地站在这里？娘娘，你我身份瞩目，若是突然失踪，可能会引得宫内暗卫禁军全城搜捕，到时候别说逃跑，我们连宫门都走不出。现在私下筹备才是最稳妥的生路。3日之后，朝堂大乱，见是禁军防备最松懈之时，也是我们唯一的转机。所以，这3日内，娘娘一定要谨慎，万万不可再与端王有任何往来，而且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贴身衣物。这与我的贴身衣物有何关系？端王阴险狡诈，最擅长捕风捉影、借物造谣。不仅是您的贴身衣物，还有信物，都要妥善保管，一定不要被旁人拿去。道理本宫都懂，可端王那边怎么推辞？婉儿本宫与他素有往来，若是这3日本宫突然疏远避而不见，指定会被外人说些闲话。娘娘，现在没有什么比你我的命更重要。沈知微，本宫便信你这一次。3日后，本宫静候你的转机与结果。若3日后什么都没发生，本宫绝不会姑息。知微，我好怕，我们刚刚竟然忤逆了皇后。我们这不是没事吗？皇后现在也愿意助我们。3日后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活着。好好活着。娘娘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典当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知微，我的银票也都给你，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很好，李嬷嬷，去以你的名义买江南地契。江南地契？娘娘，那里地方偏远，蚊虫又多，买那里的地契做何用啊？到时候整个京城，连同京城周边地区都会沦陷，我们走远些，才不会被波及。江南水田居多，稻米充足，我们到那里虽不会挨饿，却也要有地方住才行。那买完地契之后呢？备好马车，放在城外5里的客栈旁，然后少备些粮食，留着路上吃。娘娘，需要多少辆马车？1辆，不然会太显眼，引起他人注意。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端王突然登门，还执意要面见您。今日他要见的该是皇后才对，怎么这一世他突然要来见我了？难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导致我们的计划暴露了？知微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见他吗？见，有什么见不得？小唐，别慌。他若想对我们做什么，带进来的就不是随从，而是禁军了。他这趟来多半是来探虚实的。小唐，你现在立刻躲进那边的隔间里，记住，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。好，知微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夏荷，去请端王殿下进来，顺便去准备一盏温热的姜茶。奴婢遵命，这边去请。本王听闻沈娘娘凤体欠安，心中实在忧心。今日冒昧登门打扰，还望娘娘莫要怪罪本王唐突。端王言重了，臣妾身子不适，这才想着闭门谢客，怠慢了王爷，还请王爷海涵。皇兄一向最疼爱娘娘，本王听闻昨夜皇兄又赏赐了不少藩邦进贡的奇珍，特来开开眼界，
娘娘不会介意吧？陛下垂爱，臣妾愧不敢当。不过是一些寻常物件，不值王爷一看。寻常物体，娘娘自谦了。只是这多物阁上摆放的瓷器，釉面粗糙，胎骨轻薄，倒像是街头货色。娘娘，这瑶光殿乃是皇兄亲赐的宝地，为何如今摆放的尽是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粗糙仿品？萧景睿进来就查看这些宝物，一定是已经发现了什么。这时候若是再死不承认，反倒欲盖弥彰了。王爷真是不放过任何细节。不瞒王爷，正是因为昨夜陛下赏赐的东西太过贵重，臣妾反而有些担忧了。内务府派来的那些粗使丫头毛手毛脚，若是失手磕碰了御赐之物，便是治他们死罪，也赔不起陛下的心意。因此臣妾今早便命人将所有真迹收进库房，妥善封存，用这些赝品顶替，不过是防患于未然。娘娘身为贵妃，尊贵无比，竟这般惜物，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，不似往日那般大气。臣妾再高贵，也是陛下的妾室，自然不及皇上1/10。皇上赏给臣妾的东西，比臣妾的命还重要，臣妾怎能不细心保管？好一个比命还重要！娘娘对皇兄当真是情深似海，令人钦佩。既然娘娘这般喜欢精细物件，本王今日特意带了一件绝妙的宝贝，想必娘娘定会喜欢。抬上来，给沈贵妃长长眼。王爷，这熏香炉瞧着分量不轻，雕纹更是奇异，不知有何来历。娘娘好眼力，此炉名为百草熏香炉，是本王特意从西域寻来的奇珍，最能安神助命。本王听说，朝阳殿的季贵妃最近寝食难安，夜夜难眠。本王本是一片好意，想着将这炉子送去朝阳殿，可谁知季贵妃竟不在朝阳殿，甚至连个丫头都没有。沈娘娘，您可知道季贵妃去了何处？原来是为这事。小唐与臣妾交好，他今日一早便身子不适，臣妾怕他过了风寒，便打发他身边的丫头去太医院抓药了。至于小唐自己，他向来是个坐不住的性子，或许是觉得闷，去御花园散心了吧。哦，当真只是去散心了？可本王怎么听说有人瞧见季贵妃悄悄进了你这瑶光殿，便再也没出来过？王爷，宫中人多口杂，捕风捉影的事多了去了。小唐若是真在臣妾这里，臣妾又何必藏着掖着？王爷若是不信，大可在这殿内搜上一搜。只是，若传到陛下耳中，怕是要落个端王擅闯贵妃寝殿的罪名。萧景睿从前与小唐几乎不曾打过交道，今日怎么这么关心小唐？莫不是知道小唐怀有身孕了？呵呵，娘娘言重了，本王不过是随口一问，岂敢在娘娘宫中无礼？想来王爷也不会做出多么出格的举动。既然季贵妃不在，这熏香炉便寄放在娘娘这里，还请娘娘待会儿见着她，代为转交，也算本王的一番心意。那臣妾便替小唐多谢端王体恤了。既然如此，本王便不打扰娘娘静养了，告辞。娘娘，端王殿下一行人已经出了大门，瞧着是往宫外去了。知薇，我
我刚才真的以为我们要被发现了。萧景睿那个疯子，他刚才分明是在试探你，他是不是已经怀疑我的肚子了？他要是知道这个孩子，肯定会害死我们的。小唐，别怕，没事的，他已经走了。志威，你方才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我也怕，可我若是退了，我们两个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便彻底没有活路了。小唐，你看着我，只要我沈志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你的孩子，我定会护你们周全。小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方才面对萧景睿，我藏在袖子里的手抖得连茶杯都快端不稳。前世就是因为我的那懦弱和退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落入深渊，连骨肉至亲都保不住。这一世，我沈志威对天发誓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也绝不重蹈前世的覆辙。我一定会护你周全，平平安安生下这个孩子。志威，我相信你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。萧景睿城府极深，无利不起早，他特意拿来这炉子，绝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探视和送礼。夏荷，拿着这香炉去找人查一下，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娘娘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做好了。李嬷嬷，免礼。娘娘，城外那辆备用马车已经安顿好了，车夫都是签了死契的可靠之人。路途上要用到的粮食和清水，可都备齐了？都办妥了，粮食和清水也都藏到了客栈后方的地窖内。志威，你竟然准备的如此齐全！未雨绸缪，总好过束手就擒。这些粮食和车马，就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光有车马干粮还不够，这一路南下多山林，蚊虫叮咬极易生病。你现在带几个嘴严的人去京城买些药材，切记要分头采买，千万不能在同一家店买齐。娘娘，咱们需要买些什么药材？驱除蚊虫的雄黄、艾叶膏，防胀气的清热药，还有止血解毒的草药与安胎药，每样都要备足分量。买完后藏进马车内，省得我们到时候再去拿。娘娘放心，老奴一定会将此事办妥当。去吧，快去快回，路上当心尾巴。志威，我这心里跳得厉害，万一端王给的那熏火炉里真的有什么烟杂东西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莫慌，真查出什么，主动权便握在咱们手里。若是他送的当真是个干净东西，咱们倒要更提防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那香炉里面有脏东西！娘娘，这百草熏香炉的内壁被铸成了双层，这铜片就是从内层取出来的，在夹层里封存了大量的极品麝香和红花膏。你确定是麝香？分量有多少？娘娘，已经派人查过了，确实是麝香，且分量极重。若是每日点燃熏香，不消半月，孕妇便会见红滑胎。即便是不怀孕的女子，在这香气里熏上3个月，此生也绝无再受孕的可能。把这些东西全部处理干净，切记莫要露了手脚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志威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怀有身孕的？既然他已经知道了，他是不是迟早都会害死我的孩子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小唐，先别哭，
萧景睿今日此举，用意绝非表面这般简单。他若早已知晓你怀有身孕，送着炉子便是为了借刀杀人，残害皇家龙胎。可他若并不知道你怀孕，那这香炉就是他埋在瑶光殿的一颗死棋。死棋？他想怎么用这颗棋？只要这香炉留在你我身边，日后一旦你身子出了差错，他便可以假意揭发，称是我用这香炉害了你。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，我便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，而他却能置身事外。那他今日为何笃定我会来你这里？他分明是直接冲着你我二人来的。因为你住的朝阳殿里出了内鬼，你的一举一动早就落在了萧景睿的眼里。内鬼？这不可能！朝阳殿里伺候的可都是我从府里带出来的老人啊！小唐，在这宫里，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人心。黄金万两，或者是家人的性命，足够让任何人叛变。你今日来找我，身边连个贴身丫头都没带，可萧景睿一进门，便说有人瞧见你进了瑶光殿。若不是你宫里有人暗中给他通风报讯，他一个外男，手伸的再长，又怎能对后宫的动静了如指掌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朝阳殿我回不去了，我身边的人到底谁才是鬼？别怕，既然知道了有鬼，防着便是。这几日你都待在我的瑶光殿内，你的吃穿用度、一日三餐，全部由我亲自经手。只有断了他们下手的机会，他们才会自乱阵脚，露出马脚。好，知薇，我都听你的。最后这2日我就赖在你这儿，哪也不去。可是知薇，我若一直闭在你的瑶光殿，外人一定会说我们的闲话。我最担心的是，若这闲话传到陛下和端王耳中，会引来他们的无端猜忌。小唐，坐下吧，你晃得我眼晕。知薇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这2日我要是一直留宿在你的瑶光殿，外头的吐沫星子都能淹死我。流言蜚语再厉害，也要不了你的命。可你若是出了这瑶光殿，暗箭防不胜防。听我的，性命最要紧。流言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本宫自会寻个由头，对外说你留下来是陪我抄经祈福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只是那个熏香炉，咱们该怎么处理？总不能一直摆在店里。那毒物留着是大祸害，但也绝不能扔。夏荷，去偏殿拿2卷粗麻布和油纸来。奴婢明白，这便去取。小唐，你离远一些，我们将这熏香炉处理了，然后放到储物间。好，知薇，你要小心一些。夏荷，去拿绳子把熏香炉绑起来。是娘娘。夏荷，拿把大锁把这储物间的大门锁死，钥匙由你亲自保管，绝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娘娘放心，奴婢定会贴身收着钥匙，绝不离身。封在这里面，那麝香应该就不会影响到我了。知薇，萧景睿那边要是追问起来，咱们怎么说？他要是问起香炉的去向，你只管大大方方地说我已经把炉子送给你了。除此之外，关于香炉的其他事情，一个字都不要多提。只是所有接触过香炉的人都可能成为萧景睿的人，我们要提防这一点。夏荷，去把接触过香炉的人都找来。
今日端王殿下送来熏香炉，以及本宫命人拆炉查验一事，你们都给本宫烂在肚子里。谁要是敢在外面露出半个字，本宫就打断谁的腿，直接扔进新者库。听明白了吗？奴才明白，奴才绝不敢多嘴。都退下吧。夏荷，去店门口守着。李兰买药也该回来了，本宫在内室等她。奴婢这就去。万事俱备，萧景睿，我静待那一天的到来。娘娘，奴婢路上绕了几个圈子，确定没人跟着，这才进的宫。辛苦了，去那几家药铺，掌柜的没起疑心吧？娘娘放心，老奴分去了东街西市共5家不同的药房，每家只买了2、3样。娘娘您让我买的草药全都是寻常物件，所以掌柜的也只当是寻常人家买来备用，并未多问。做得好，嬷嬷，你辛苦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你快些回去休息吧。不辛苦，能为娘娘做事是老奴的荣幸。那老奴先回去了，娘娘您有事儿再吩咐老奴便是。小唐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些草药最是安胎，我给你分出半个月的分量，你必须贴身收好，绝不能离身。赤薇，你考虑的真周到，有这些药在，我的心里确实安慰许多，也不用时刻担心着会不会出什么意外。小唐，不早了，你快去睡觉。赤薇，你也要早点休息啊。我收拾完这些药就去睡了。娘娘，是我呀，夏荷。进。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原来是皇后娘娘，她应该是为了白天的事来的，快让皇后娘娘进来。本宫昨日回去就告诉萧景睿，下棋之约暂时取消，就听说他今天来你这里了，这可是真的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他今天进殿就质问我，为什么殿内的宝物都换成了赝品，还带来了一尊所谓的西域百草熏香炉，说是要送给小唐安神。熏香炉，萧景睿何曾这般体贴入味了？娘娘聪慧，臣妾多留了个心眼，等他走后，便命下人去查验那熏香炉。那炉子的铜壁里铸了双层甲板，里面封存了大量的极品麝香与红花膏。大量麝香，他竟然歹毒至此！萧景睿此行，不管是想借此离间我和小唐，还是想借此让我们难以怀孕生子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坐上皇位。疯了，萧景睿真是疯了！若是任由他这般肆无忌惮，这后宫迟早要变成他的修罗场。娘娘，今日他加害我们不成，以他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臣妾觉得，他明天还是会去找您。可本宫已经将上次的约定推掉了。萧景睿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现在一定着急找到您的漏洞，借此陷害您。只因您背后的顾家是他最大的顾虑，所以他一定会找机会除掉我们顾家。而他要找到的这个机会，就是借我的事构陷我私通外人，好让皇上治我的罪。娘娘，这也是我们反击的机会。你要本宫怎么做？您只需要拒绝萧景睿的邀约，然后回房一探究竟即可。本宫倒要看看这个萧景睿会怎么陷害本宫。
萧景睿果然还是派人送来了拜帖，邀本宫去御花园下棋。去回了端王的人，就说本宫昨夜受了风寒，头疼欲裂，闭门谢客。要是真如沈贵妃说的那样，那现在本宫的房内一定有人正在找什么。小翠，你在找什么？本宫的东西何时需要你来贴身保管了？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奴婢只是瞧着这张纸在这里无用，想拿去扔掉，绝无二心啊！扔掉？偷偷进本宫的寝殿就算了，没有经过本宫的同意，竟然还想将本宫的东西扔掉！把这贱婢给本宫绑了，堵住嘴，押往瑶光殿。是，皇后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，您这是？本宫今早推了萧景睿的邀约，午后便在卧房当场抓住了这个吃里扒外的贱婢。今天早上，本宫抓到他在本宫房内到处翻找，最后拿了本宫写的诗。本宫怕若在凤仪宫私自处置他，端王到时候会借题发挥，反咬本宫杀人灭口。本宫特意将他押到你这瑶光殿。沈贵妃，依你看，这被主的叛徒该如何处置，才能让萧景睿哑口无言？沈娘娘饶命，奴婢一时糊涂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小翠，本宫记得你，你家中还有个年迈的母亲和重病的弟弟，对吧？沈娘娘，您怎么知道？求求你别伤害奴婢的家人！上一世就是这个人背叛了皇后娘娘，当时他在殿内一口咬定皇后私通外人，说皇后娘娘关押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，因此我对他印象极为深刻。没想到这一世竟还是他。本宫不会伤害他们，但你觉得你替端王办砸了事，端王还会保你家人的性命吗？你对端王而言，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你以为你是在为家人正生路，其实你是在送他们上断头台。你猜，端王现在是不是已经派人去你家里献你的忠心了？小翠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萧景睿让你偷皇后的诗，无非是想伪造皇后与人私通的罪证。可你想过没有，此等秽乱后宫的大罪，一旦事发，皇上震怒之下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这个知情的小宫女。沈娘娘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也是被逼无奈。端王拿奴婢家人的性命相试，奴婢真的没有办法呀。要想保全你和你家人的性命，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吧？奴婢愿意为娘娘效劳，只要能保住家人的命，奴婢
奴婢为您做牛做马都愿意，求沈娘娘、皇后娘娘给奴婢一条生路。先将这贱婢带去偏房看管起来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许见她。是，皇后娘娘。走吧。沈之薇，小崔倒戈，萧景睿那边迟早会发现异常，咱们接下来该如何应对？娘娘，萧景睿既然要构陷您，肯定也会想到小崔会被发现一事，所以他肯定会给自己留一手。什么意思？到时候他要是没有拿到您的信，定会仿照您的字迹，亲手写一封。萧景睿应该很熟悉您的字迹吧？确实如此，本宫以前与萧景睿往来密切，本宫看重萧景睿的才华，经常与其互对诗歌。当时本宫怎么也想不到，他有一天会如此对待本宫。你想要本宫如何做？诗还是要写的，不过这次我们要给他一个不一样的。这是何物？这是臣妾寻来的明房水。娘娘，请用这狼毫笔蘸取这碗里的明方水，在纸上写一首您往日写给陛下的表忠诗。表忠诗？萧景睿要的是本宫与外人私通的罪证，写这个能有用？娘娘，明饭风干后不留痕迹，这一层字迹写的是您对陛下毫无保留的爱慕与忠心。很好，等这张纸彻底干透，咱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了。已经完全干了。娘娘，现在请用这寻常墨液，在这张纸的表层写一首极其露骨暧昧的闺阁情诗。妹妹，本宫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万一皇上直接相信了萧景睿，不去做药水显影，本宫岂非作茧自缚？顾家满门忠烈，本宫绝不能因为这一张纸，连累顾家背上污名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娘娘放心，顾家手握兵权，皇上不可能直接惩罚顾家，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将您找来对质。只要您让陛下查验，底下的明房字迹便会显现，届时陛下只会看到您的忠贞，而端王则是构陷皇后的真凶。小翠，你拿着这封信，即刻出宫去见端王，就说这是你拼死从皇后床头暗洞里偷出来的。沈娘娘，端王殿下疑心极重，奴婢该怎么说，他才不会起疑？你就说皇后近来身染风寒，精神恍惚，才让你钻了空子。拿到信后，立刻催他安排你家人出京。你表现得越贪婪越害怕，他就越会相信这封信是真的，明白了吗？奴婢记住了，奴婢定不辱使命。沈之薇，此计当真能万无一失吗？娘娘，相信我，萧景睿一定会上钩的。可萧景睿又不是傻子，万一他看出这信纸有异，整个顾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娘娘请宽心，萧景睿确实狡诈，但他更贪功。他等这个一举击垮顾家的机会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一个人越是渴望什么，在得到的时候就越容易利令训昏。他拿到这封信绝不会怀疑，只会当成是天赐的良机。即便他相信了，他定会当着皇上的面揭发，到时候本宫多说一句都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本宫应该怎么说才能稳妥？
娘娘，明仙水写下的字迹，不仅遇水灵现，遇火更能显形。明仙受热会化为焦褐色，字迹清晰无比。臣妾会提前让夏荷备好一盆上好的无烟银丝炭，等陛下震怒，萧景睿得意之时，娘娘只需说自己这首诗就是写给陛下的，并让陛下将信纸置于炭火上烘烤。除了这2句话，娘娘一定不要再理会萧景睿。到时候炭火一烤，底下的中心诗句便会显现，表面的情诗会被高温融化的墨迹遮掩，端王便是犯下了欺君之罪。沈贵妃看着比我小很多，竟能如此冷静地面对这些。沈贵妃，你今年不过刚满20吧？回娘娘，臣妾确实20了。本宫20岁时，只知在闺阁中抚琴，入宫后也是步步维艰，可你却能将端王这般的恶狼玩弄于股掌。沈贵妃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娘娘，臣妾说过，臣妾上一世惨死皇陵。上一世，你是如何反抗的？臣妾上一世没有反抗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还没等臣妾做出反应，就被扔到皇陵，活活烧死。这一世，臣妾总是梦到那场大火，那烈火穿心、濒死挣扎的绝望剧痛，每一刻都在警醒我，若是不争，便是粉身碎骨。所以，这一世你拼命为自己争取，就如你所说的，只是为了活下去。是，我不信这深宫里的恩宠，我只信自己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这吃人的泥潭里踏出一条生路。这一世我不要做一个陪葬品，我要带您和小唐，带李兰和夏荷平安逃出去，过干干净净的日子。沈贵妃，本宫活了26载，身边全是尔虞我诈，唯独你跟本宫交了心。从今日起，本宫信你。顾家的兵力，本宫手中的权势，尽数为你所用，你我生死与共。多谢娘娘信任。好了，既然此事已解决，本宫该接着回宫装病了。沈贵妃有任何需要帮忙的，派人去凤仪宫找本宫即可。多谢娘娘。李嬷嬷，娘娘，你有何吩咐？李嬷嬷，你收拾收拾，今夜便拿着本宫的腰牌出城去。娘娘，老奴不能走啊！老奴走了，您身边可就少了个能信任的人，您离危险就更进一步啊！李嬷嬷，因为这件事只有你能去做，本宫要你去城外客栈守着车马，随时准备接应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完好无损的出去。老奴遵命，老奴定会在城外死守，等候娘娘平安出京。好，这次我们都能好好活着。娘娘，老奴这包袱收拾好了，今夜一走，老奴这心里空落落的。李嬷嬷，此去城外无礼，你一个老妇人，万事都要小心，切莫暴露了行踪。娘娘，老奴不怕路远，老奴只怕等不到您。若是到了约定的时日，老奴在城外等不到你们，老奴绝不独自苟活，就算是拼了命也回宫来陪您。本宫拼死筹谋，不是为了让你回来送死的。我重活一世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让身边所有关心我的人，都能安安全全的活下去。你到了客栈，只管安心吃饱睡好，养精蓄锐。等兵变大乱，本宫定会带着小唐去与你会合。到时候，我们坐上马车，一路向南，去江南过平静的日子。好，老奴听娘娘的，老奴一定在城外保存好体力，等娘娘出来。
李嬷嬷，万事小心。娘娘，老奴在外边等你。娘娘，李嬷嬷已经顺利出去了，只是奴婢觉得今夜这宫里的巡防似乎比昨日还要严密。能不严密吗？萧景睿马上就要行动了，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会容忍出现一丝差错。距离那场大乱只剩1万。侍卫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我的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胡说，有我在，孩子定会平平安安。夏荷，快去把保胎的药材取出来，奴婢这就去。侍卫，我一闭眼就想到萧景睿那张脸，还有你说的那场大乱，我好怕咱们逃不出去，最后都要给这冰冷的皇陵陪葬。小唐，别自己吓自己，你这是思虑过重，动了胎气。你安心在这里躺着，我去给你熬药。看到火，我还是没有办法不害怕呀。可我若一直停滞不前，还怎么带着他们活下去呢？娘娘，夜里风大，这种粗活让奴婢来盯着吧。您快回屋歇息。我不放心，小唐的肚子现在被人盯着，出不得半点差池。这药，本宫必须亲自守着熬。夏荷，你现在回大殿去，把瑶光殿的前后宫门死死守住。今夜非常时期，严防任何外人闯入，免得惊扰了季贵妃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在大门口守着。小唐的心思终究是太浅，不适合这深宫。我一定要带他尽早逃离这里。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皇后娘娘怎么会这个时辰来？若是被她发现了小唐怀有身孕，将这安胎药温在小炉子上，别放凉了。是，娘娘。皇后娘娘会不会发现季贵妃怀有身孕？皇后娘娘为人端正，性格温和善良，即使发现小唐怀了孩子，也定不会为难我们。夏荷，你在这里守着季贵妃，本宫出去见皇后娘娘。奴婢知道了，奴婢一定会保证季贵妃的安全。本宫没惊动凤仪宫的随从，一路上巡逻的禁军又多了2队，本宫费了不少心思才绕过来。慢着，沈贵妃，你这殿里怎么飘着一股淡淡的药味？回娘娘，不过是臣妾冬日畏寒，让夏荷熬了一些暖身驱寒的寻常草药。季贵妃睡下了。是，娘娘，季贵妃身体不适，因此近日都歇下的比较早。本宫正好来了，便看望一下季贵妃吧。强行拦下皇后娘娘，肯定会引起怀疑，不如就顺着事情的发展来吧。是，娘娘，这边请。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小唐，醒醒！皇后娘娘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来看你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身子不舒服就不用起来了。这喝的是什么药？回皇后娘娘，不过是驱寒药罢了。本宫闻着，怎么这么熟悉？本宫当年怀着那个没福气的孩子时，天天喝的，就是这一口药。这味道，本宫这辈子也忘不掉。怪不得萧景睿突然送来内有麝香的熏乳香，原来他真正想害的是纪晓棠。
季贵妃，你怀了身孕，是不是？皇后娘娘，这件事另有隐情，不必想方设法编话来骗本宫了。你们的眼神已经给了本宫最好的答案。是，小唐确实有了身孕，之所以对外隐瞒，是因为我们都不想让这个孩子受到伤害。臣妾今日敢让娘娘进来，说明臣妾心知娘娘心胸宽广，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为难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。沈贵妃，你倒是了解本宫。本宫确实痛恨后宫那些争宠的手段，也绝不会去残害无辜的皇嗣。这孩子，本宫会替你们瞒着。臣妾代小唐和孩子谢过娘娘成全。你昨日说过，你日夜都会梦到前世，那在前世，季贵妃母子最终是个什么下场？前世，小唐连同他肚子里那个还未足月的孩儿，被活生生锁进了陵寝，大火烧了3天3夜，他们化为了焦炭。活活烧死，连未出世的孩子，他也下得去手。萧景睿这个畜生！别哭，有本宫在，这一世绝不叫你遭那等罪。沈贵妃，本宫今日来是心里一直害怕，怕明日自己畏惧出现差错。今晚见了你们，又得知这种事，本宫便不再怕了。为了我们的性命，本宫明日定当全力以赴。娘娘大义，有您这句话，臣妾也必定豁出性命，让萧景睿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我们获得新生。可咱们的动作要快了。本宫今夜冒险前来，是因为收到顾家家书，萧景睿在京郊的死事已经动了。萧景睿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所以这次萧景睿是铁了心要夺下皇权。如今陛下身体抱恙，外界又传言陛下即将传位太子，萧景睿确实应该坐不住了。不必担心，他不是想趁机陷害本宫得到兵权吗？只要本宫能够自证清白，他就成不了什么大器。就算他杀了皇上，那个皇位也不可能是他。所以娘娘，明日不管发生什么，您的目的都是让陛下查验真相。本宫知道，明日本宫定要他萧景睿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。中宫皇后秽乱深宫，私通外臣，有10具为凭，否极私臣，动摇国本，恳请陛下彻查，肃清宫规。顾家竟敢如此欺朕！赵公公，立刻传旨，召皇后入宫对质。皇后，这情诗上的字迹是你亲笔所写，顾家手握兵权，你却私通外人，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萧景睿果然上钩了，以为自己能拿捏本宫。陛下，此诗是臣妾写给您的。皇后娘娘，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陛下，您说是写给陛下的，请问您要怎么证明？臣妾可以为皇后娘娘证明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臣妾自幼钻研各类墨迹，皇后娘娘这一封信字迹虚浮，纸张恐怕藏有玄机。沈贵妃，白纸黑字，证据确凿，你难道想公然包庇这个不守妇道的罪人？让他继续说。陛下，前朝曾有隐墨之法，用特殊药水书写，预热方显真容。臣妾提议用火烤此信纸，查验真伪。两个不曾出宫的妇人，怎么可能会懂隐墨之法？不过是临死前的整整罢了。皇后娘娘，沈贵妃，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既然爱妃有想法，那朕成全你。来人，抬银丝炭上殿。
上就要真相大白了。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就是皇后娘娘写给您的诗啊！诗中字字句句皆是对陛下的忠心与爱意呀！是啊，陛下，这诗的开头就写了军师，末尾还提及了您的名号啊！萧景睿，这就是你信誓旦旦的铁证！竟然用这等卑劣手段构陷中宫，离间朕与皇后的夫妻之情，是何居心？皇兄恕罪，臣弟也是被手下小人蒙蔽，绝非有意构陷皇后娘娘，请皇兄明察。够了！心术不正，心怀叵测。即日起，收回预备交付于你的京畿15万兵权，闭门思过，无旨不得出府。爱妃，朕错怪你了。晚些时候，朕会带着裴礼亲自上门，你且等着。谢皇上，萧景睿是个疯子，兵权被夺，他绝不会坐以待毙，必定会提前动手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那个老不死的竟然夺了本王的兵权，既然他逼本王走投无路，那就别怪本王送他早日上路。你立刻持本王密令，快奔赴京郊，传令饲养的3000死士提前集结，1日后随本王逼沟造反，血洗皇宫。皇后娘娘，这一关我们虽然过了，但萧景睿已沦为困兽，困兽之斗最为凶险，凤仪宫上下必须严加防范。沈贵妃放心，本宫回宫后便会修书一封，暗中传给顾家司兵统领，令他即刻集结人马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如此甚好。娘娘，这几日无事，千万不要踏出殿门一步。将此信传给李嬷嬷，让她即刻加固所有马车，加倍囤积干粮、净水与安胎解毒的药材。另外，多备些粗布衣裳，方便我们随时弃车，隐匿行踪。娘娘，朝阳殿残存的那几个内贼，今日还在瑶光殿外鬼鬼祟祟的打听消息，要不要奴婢去处置了？不必打草惊蛇。留着他们，放些假消息让他们传回去，让萧景睿以为我们毫无防备。贵妃娘娘，奴婢冒死送来密报，端王疯了，他今夜正在京郊别邸清点饲养的死士。萧景睿定下了计划，要在1日后的深夜，趁着换房空虚，率死士突袭皇宫，血洗内廷。小翠，你今夜受累，必须先回端王府。你要做的是稳住萧景睿，若有异动，立刻想法子将死士入宫的路线传给我，明白吗？贵妃娘娘放心，为了自保，奴婢定会拼死盯紧端王，绝不让他察觉。夏荷，从现在起封锁瑶光殿，殿内所有人许进不许出，尤其是那几个朝阳殿的内鬼，给我盯死了，绝不能让他们把瑶光殿的消息传出去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办，绝不让咱们瑶光殿出一丝纰漏。皇后娘娘，萧景睿谋划1日后深夜动手，御花园与各宫要道地势开旷，最适合伏击。本宫明白，顾家留在京中的3000禁军精锐，本宫会秘密调遣，提前在御花园与要道设伏。
这是调兵信物。这一次，我们便在御花园关门打狗，彻底断了萧景睿的生路。知薇，你都瘦了，是不是很累啊？没事，小唐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外头的马车与粮草也备好了，绝不会有事。启禀娘娘，暗线急报，萧景睿的数百死士已兵分3路，连夜潜藏在皇宫外围的暗区与民房之中。动作快点！1队随本王直奔养心殿，进皇兄；2队去凤仪宫和瑶光殿，把皇后和沈知薇那2个贱人给本王杀了。殿下放心，西侧门守卫已被清理，今夜绝无活口。不对劲，御花园换防不该这么安静。撤！立刻退出御花园！端王谋逆造反，奉皇后娘娘懿旨，格杀勿论。端王殿下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沈知薇，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本王！本王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都结束了，知薇，方才外面的动静我都听见了。他恨你，可世人皆知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取灭亡。结束了，熬了这么久，终是彻底斩断了祸根。往后宫里再无端王作乱的隐患了。知薇，一直以来你都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唐，以后你我再也不会经历前世的痛苦，山河安稳，往后岁岁年年都能安稳度日。知薇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萧景睿，朕待你不薄，封你为端王，你竟敢饲养死士，起兵逼宫！待我不薄？皇兄，你久病不愈，却迟迟不肯立储，甚至处处偏袒顾家，打压宗室。这大梁天下，本就该能者居之。混账！你谋逆夺位，还敢巧言恋色，真当朕治不了你？陛下，端王不仅设计陷害皇后，还在熏香炉内藏满麝香，并让臣妾送给季贵妃，企图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危害我们的身体。小翠，当着陛下的面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奴婢该死，是端王殿下用奴婢家人的性命相携，给奴婢10两黄金，命奴婢从皇后宫内偷没有署名的诗，以此陷害皇后。贱婢，你竟敢联合沈知薇背叛本王！还想谋害朕的皇嗣，起兵弑君夺位！你这个畜生，朕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哈哈哈哈！吐血了吧？你撑不了多久了。王就算死了，也拉了你的皇子陪葬。传朕旨意，
即刻剥夺端王爵位，贬为庶人。3日后5时押赴宇门斩立决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天牢那边传来消息，端王在死牢里不安分，正暗中用重金煽动狱卒，企图越狱。死到临头还敢兴风作浪，加派人手，给朕盯紧他。陛下息怒，千万保重龙体呀！您的心悸之症经不起折腾了。谢娘娘为奴婢求情，保下奴婢一条命，娘娘的恩情，奴婢此生都还不清。小翠，这一次你的命是你自己争取来的，去找你的家人吧。娘娘，小太监刚按您的吩咐，把端王煽动狱卒的假消息报上去了。皇上听完，当场心悸发作。很好，萧景睿谋反，已经成了皇上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只要不断有坏消息传去，他的疑心和恐惧就会要了他的命。这是温补的药，你送去养心殿给皇上喝。奴婢这就去。陛下，京郊急报，守城军在城外拦截了数名行迹诡秘的黑衣人，搜出了端王府的联络暗号，恐是端王余党在暗中集结。余党，竟然还有余党！他们要来杀朕，朕的江山，朕的命！陛下，这是沈贵妃刚给您熬好的定心汤药，您快喝一口压压惊。还是知微体贴，知道照顾朕啊。是啊，沈贵妃满心满眼都是皇上的。贵妃娘娘是因为受了些风寒，导致心神不宁。臣开几剂安神固本的汤药，调理几日便可痊愈。有劳张太医，本宫体弱，药性切莫太猛，以温和清凉为主便好。这些都是些不温不热的药，熬了给皇上喝，不会加重他的病情，却也不能彻底根治，就让他这样喝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一定要看着他全都喝下去，这样我骗他里面有毒的时候，才足够有威慑力。知微，你这2日终日心事重重的，端王已经落网，我们暂时安全了，你别太委屈了自己。小唐，端王虽倒，但这宫里的刀光剑雨从未停过，我若不筹谋，咱们迟早会被生吞活剥。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护着我们，知微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陛下，这是边关加急呈递的折子，需要您亲自主批。朕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胸口闷得发慌，这
这些折子先搁着吧。去传朕口谕，连夜召太子萧谕进宫。陛下宽心，太子殿下至孝，定能为陛下分忧。朕的身子朕知道，撑不了几天了。朕忧心的不是这个，玉儿性子宽厚，朝中那些宗室老臣个个是人精，朕怕他压不住他们啊。皇后娘娘，最新消息，皇上病入膏肓，已连夜召太子进宫，准备托付朝政了。太子继位名正言顺，这也是顾家最想看到的。只是皇上生性多疑，就怕他临门一脚又生顾虑。正是如此，皇上担心太子压不住宗室老臣。明日一早，你我一同面圣，必须打消皇上的最后一丝顾虑，促成大局。陛下，臣妾与贵妃来给您请安了。听闻陛下忧心国事，皇后，你说吧。臣妾有几句逆耳忠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太子仁厚，这些年体恤朝臣，爱护百姓，在民间极具威望。朝中老臣虽有倚老卖老者，但也皆敬佩太子的端正品行。陛下，正因为太子殿下处事公允有度，老臣们挑不出错处，才更会死心塌地辅佐。宽仁治国，方能安抚社稷，这才是大梁的长治久安之策。你们说的对，育儿宽厚才是大梁之福。赵公公，传朕旨意，退避旁人，让太子独自进殿。母后、贵妃娘娘，父皇已将玉玺与诏书托付玉姑。父皇龙体衰微，这几日后宫防务还要仰仗二位娘娘。放心，后宫有本宫与贵妃守着，定不会出任何乱子。你只管稳住前朝。放肆！贵妃娘娘正静养，岂容你们在此乱嚼舌根？再敢打探陛下病情，立刻撵出去！娘娘，那几个地位小主坐不住了，天天派人来探听陛下和储君的动静，都被奴婢打发了。守好瑶光殿便可，流言蜚语随他们去传，只要不烧到咱们身上就行。李兰送信来了，江南的几处隐蔽宅院和水田已经初步敲定，等新帝登基，朝局平稳，咱们随时可以抽身。太好了，咱们的退路总算安排妥当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养心殿那边出大事了。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刚刚赵公公派人来传，陛下突然昏厥，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赶过去了。夏荷，随本宫去一趟养心殿。这件事该有个着落了。是，娘娘。参见娘娘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本宫想和陛下说句话。
皇上，你知道你的身体为什么越来越差吗？你，没错，就是臣妾做的。臣妾在你喝的药里掺了东西。你这个毒妇！你还是那么胆小。上一世你怕死，让小唐为你挡刀，这一世我不过吓吓你，你就这样死了。下一世，我们不要再相见了。陛下驾崩了。请殿下节哀，如今大局未稳，还请殿下早做打算。殿下，先帝驾崩的消息必须立刻封锁，今夜九门戒严，明日一早，殿下持传位诏书登基，绝不能给宵小可乘之机。知微说得对，顾家禁军已接管了各处城门，外朝亦有忠臣接应，请殿下即位，以安天下。先帝驾崩，朕承袭大统。此次端王谋逆，全靠皇后顾氏与贵妃沈氏识破奸计，保全皇嗣与京城安宁。两位娘娘有再造皇室之功，朕在此立誓，凡两位娘娘所求，只要合乎情理，朕无有不允。母后，沈贵妃，如今大局已定，父皇临终前曾嘱咐朕，这些年委屈了顾家，不知二位今后有什么期许？陛下，臣妾无心深宫繁华，亦无异于太后尊位。臣妾今日特来向陛下请辞后位，自请离宫修行。母后，万万不可！朕刚刚登基，中宫不可一日无主。况且顾家有功于社稷，您若此时离宫，朕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陛下，臣妾在深宫多年，早已忧思成疾，体弱多病。臣妾这残破身躯，委实难当机目重任。臣妾自小思念江南故土，只想在水乡度过余生。可朝中宗室与顾家老臣，定会以为是朕逼走了母后，这让朕如何自处？陛下，臣妾亦有不情之请。臣妾性情寡淡，无心后宫争宠。如今先帝已逝，臣妾只想陪伴身怀6甲的纪晓堂安心造产。贵妃，你也要走？纪贵妃怀着的是皇室血脉，怎可轻易离京？陛下，江南水土温和，最适合小堂安胎。臣妾不愿再卷入后宫纷争，我们离京亦能向天下昭示陛下宽厚仁慈、体恤先帝嫔妃之意。二位娘娘态度坚定，让朕实在是措手不及。且先回殿休息吧，容朕仔细思量。太傅，今日皇后与沈贵妃双双都向朕请辞，欲同居江南。朕刚登基，不知是否该放他们离京。陛下，顾家在军中威望极高，若皇后留在宫中，反倒容易引来外戚专权的猜忌。如今她自请离宫，对陛下而言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那沈贵妃呢？她带着怀胎的纪贵妃一同离去，朕总觉得不妥。沈贵妃聪慧过人，若留在宫中，恐生变数。陛下若放他们走，不仅全了仁厚之名，更能免去后顾之忧。
陛下，皇后顾氏主动请辞，不仅全了顾家功高不震主的本分，更能免去朝臣对顾家外戚专权的非议。太傅所言极是，可沈贵妃执意要走，甚至带走身怀皇嗣的季昭仪，朕若是应允，恐有纵容之嫌。陛下糊涂啊！沈贵妃与季昭仪在朝中毫无根基，他们此去江南，陛下只需派暗卫遥遥护送。放他们走，反倒能彰显陛下恩泽四海、仁厚体恤的名声，何乐而不为？母后，朕恩准你辞去后位。这是江南苏杭一带的万顷良田地契，以及黄金万两。此后，你便在江南颐养天年。臣女顾云舒，谢陛下隆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沈贵妃，你与季贵妃亦可同赴江南，朕特许你们免去岁时入宫觐见之礼，永居江南，不受宫廷束缚。臣女沈知微，多谢陛下成全。此去江南，臣女定会照顾好季昭仪与皇嗣，不负陛下厚望。娘娘，咱们成功了，咱们真的能出宫了，奴婢不是在做梦吧？傻丫头，这不是梦。我们多年的筹谋，今朝终于得偿所愿。去把笔墨纸砚拿来。你把这封密信传给李兰，让她提前带人将江南的那处临水镐宅修缮妥当。大风大浪都过了，可不能安家落户上出纰漏。奴婢遵命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小唐，成了！陛下已经恩准我们出宫，即日起，我们便可启程前往江南。知微，我们真的可以走了吗？我的孩子，终于不用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担惊受怕了。娘娘，奴婢已经将保胎的药材和日常的膏药都上香了。那些皇上赏赐的玉器古玩，奴婢一件没拿。做得好，玉器扎眼，戴上只会招来盗贼和非议。我们只带足银票和轻便易软，其余的一概留下。贵妃姐姐，听说陛下准了您和皇后去江南静养，妹妹们真是羡慕姐姐有这般通天的福气。本宫与皇后不过是去江南养病，不劳妹妹们费心。下河送客，本宫要休息了。养病！我看他们是要把宫里的宝贝都席卷一空。金蝉脱壳，我绝不能让他们这么便宜的走了。陛下，臣妾有要事启奏。沈贵妃与顾皇后表面上是去江南治病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意图搬宫过库。
放肆！两位娘娘有功于社稷，你安敢胡言乱语，诬陷先帝宜妃？臣妾绝无半句假话，臣妾亲眼看见他们将国库赏赐的罕见夜明珠，金樽玉贵之器私自打包，足足装了几10个大箱子，这分明是中饱私囊，意图携宝出逃啊！启奏陛下，瑶光殿与凤仪宫的御赐珍宝金银器皿完好无损，两位娘娘只带了私人衣物与些许银片。这就是你说的中饱私囊？丽妃，你极恨先帝宜妃，竟敢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，真当朕治不了你！陛下饶命！臣妾是听信了底下人的谣言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传朕旨意，剥夺丽妃封号，贬为庶人，立刻赶出宫去，永不许入京。贵妃娘娘受委屈了，陛下深感愧疚，特赐此通关令牌。持此牌南下，沿途官府皆会放行护送。臣妾谢陛下隆恩，请赵公公代为转达臣妾的谢意。宫里耳目众多，丽妃虽倒，难保不会有第二个丽妃。你和小唐收拾一下，我们今夜子时便走。娘娘，咱们不等天亮了吗？不等了，夜长梦多。侍卫，信中说了什么？李兰在信中说，城外10里的树林里已经备好了2辆马车，充足的干粮和换洗的便服，人马随时可以接应。太好了！西角门守卫今夜最是松懈。皇后娘娘，小唐，咱们动作快些，避开前头巡逻的禁军。季贵妃，千万踩稳了，跟着我们，马上就能出宫了。皇后娘娘放心，我没事，咱们快走。侍卫，我在这深宫里战战兢兢，过了大半辈子，如今终于能活着离开了。都过去了，小唐。等到了江南，再没有这些阴谋算计，只有属于我们的安稳日子。娘娘，你们可算出来！车厢里已经铺好了候转垫，备足了被褥和安胎汤药。李嬷嬷，多亏你接应。夏荷，快扶小唐和皇后娘娘上第1辆马车，我们速速离京。车里的人听着，圣上有急旨，请2位娘娘留步，即刻随末将回宫。圣上已御赐通关令牌，将军此时带兵拦路，难道是要违抗圣意，强留本宫与皇后？娘娘误会了，圣上担心江南路途艰险，特命末将追赶，追加绸缎10匹，名贵药材3箱，以及沿途各府的通行路引，绝无为难之意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将军一路上辛苦，请回京复命吧。
知薇，你看，这处宅子临水而建，后院有大片竹林，最是清幽。等到了江南，咱们就把这里改成药膳堂。皇后娘娘好眼光，到时我们在宅前种些花草，后山开辟几亩药田，日子必定快活。你们以后不必叫我皇后娘娘，我们已经出城，就以姐妹相称。好，顾姐姐，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。顾姐姐。客官，小店有上好的干净客房，几位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店？准备几间干净上房，送些清淡素食和热水到房里。我们赶路劳累，莫要让旁人来打扰。这几人穿戴不凡，行事却这般遮遮掩掩，哼，定是京里逃出来的犯官家眷。你快去官府报信，若是抓了通缉犯，咱们能得大赏。官爷，就是他们！这几人行踪诡秘，女眷还怀着孕，定是京城里犯了重罪流放逃跑的贵人。几位，跟兄弟们到衙门走一趟吧，把身份交代清楚。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这是圣上御赐的令牌，剑牌如见天子。哎呦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贵人，求贵人饶命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！还不赶紧退下！顾姐姐，此地不可久留。虽然衙役被令牌震慑，但难保掌柜不会将风声传扬出去。咱们今夜必须连夜赶路。知薇说的对，江南已在不远处。咱们连夜换路，不能再留宿这等杂乱的驿站了。你瞧那夫人露出的配饰，那可是凤纹。莫非她是京城里弃宫出逃的贵人？这锭金子足够包下你整艘船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许上船。现在立刻起锚渡江。好嘞，客官坐稳，小的这边开船，绝不耽误贵人们的行程。知薇，我半生都被困在那金丝龙般的深宫高墙里，从未想过这世间竟有如此开阔自在的风光。姐姐，从今往后，再没有高墙能困得住你我。这天高海阔，皆是我们的容身之处。沈小姐、顾小姐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出大事了，小的罪该万死啊！刘管家起来说话。
大宅那边出了何事，竟让你慌成这样？那处刚修饰好的临水大宅，昨夜突然传出凄厉的鬼哭狼嚎声。今早下人们去井里打水，那井水竟然全变成了血红色。小姐，除了井水变红，这2日宅院周围还常有陌生流民徘徊。那些人脚步清洁，眼神锐利，绝非普通灾民。萧景睿虽死，但他在京外定有残余党入。这些流民80%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江南是顾家的地盘，容不得他们撒野。李兰，你带车夫排查宅院四周，看看是否有埋伏。老奴这便带人去探。调遣江南顾家在本地的所有护卫，水陆2线昼夜值守，暗哨藏于墙头树丛与河道两岸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是。季贵妃，您到那个室歇息，奴婢备了安神茶，外面有顾家军守着，出不了事儿。那些流民高矮如何？配的是何种刀具？可有什么标志性的口音？大多身形健壮，操着京城口音，右手虎口镌有后颈。果然是端王府的残党，他们竟然追到了江南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萧景睿已经伏诛，你们这群丧家之犬还想翻起什么风浪？呸！你们这群贱人，害死端王，篡夺大统，就算化作厉鬼，也绝不放过你们！齐烨，不必对他动私刑，将此人押到远处的田绵严加看管。明日拿着陛下的通关亮牌，送信给当地知府，让官府按律定罪，彻底清剿萧景睿在江南的余党。属下明白。里面的贵人听着，你们占了我们的田地，断了我们的活路，今天不给个交代，我们绝不离开。对，还我们田地，我们要吃饭。这位大哥，此地是圣上御赐给我们的水田，何来强占你们田地一说？官府的人昨夜把我们村的地全划到了你们名下，连秧苗都被拔了。你们这些京城来的贵人，分明是要逼死我们！逼死我们！没活路了！大家静一静，此乃当今圣上御笔亲批的地契，这万顷水田都是无主的荒地，并非强占你们的家园。贵人手眼通天，可官府把地划给你们，我们这些佃民往后吃什么？没有地，我们全家都得饿死！各位乡亲，我沈知微并非不讲道理之人。今日我当中许诺，凡是愿意留下的，往后店租减半。店租减半？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不仅店租减半，我还要雇佣你们打理这片水田，每人按月发放1两银子，外加2斗口粮。贵人此言当真？您真的愿意雇佣我们，还给发银子和口粮？绝无虚言。
只要大家勤勉做活，守护好陈庄，我保证大家衣食无忧。谢贵人恩典，我们一定誓死守护田庄。小姐，流民们已经全部登记在册，各片垂田的亩数也重新划分完毕，有他们守在四周，歹人极难潜入。知微此招高明，既安了民心，又得了一批忠心的护卫。小姐，本地名声最大的吴乡绅带着厚礼在门外求见，说是特来恭贺两位贵人乔迁新居。沈小姐、顾夫人，听闻二位从京城远道而来，吴某特备薄礼。这江南的腿田虽好，但打理起来甚是繁琐。吴老爷有话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吴某愿出白银2万两，全数收购二位手中的水田地契，也免得二位操劳。不知意下如何？吴老爷，这2万两银子，恐怕连这地契上的一个边角都买不起。此乃圣上御赐封地，你想要强买皇家地契，是想要谋反吗？小人该死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绝无觊觎皇家田地之意，请夫人恕罪。吴老爷请起，这地我们绝不会转卖，往后在江南，还望吴老爷守好本分，莫要再起不该有的心思。小人明白，小人告退，日后定常送些本地特产孝敬二位贵人。娘娘，奴婢种了些薰衣草和薄荷，等过几日开了花，最能安神助眠。昭仪娘娘闻了，定能睡个好觉。夏荷有心了，江南潮湿，多备些干燥的药草也是好的。侍卫，夏荷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是不是快生了？夏荷，快去取库房里备着的百年人参切片，立刻去熬安胎汤药。奴婢这就去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唐，撑住，我在这里。李兰，你骑最快的马进城，务必在半个时辰内把城中最好的稳婆请来。小姐放心，老奴一定办到。小唐，别怕，深呼吸，跟着我的节奏。当年我怀着孩时，也曾像你这般不安。顾姐姐，我怕我保不住这个孩子，他是殿下唯一的血脉了。胡说！当年我是因为宫斗被害，而如今这里是江南，有我和知微在，谁也伤不了你们母子半分。小姐，陈稳婆带到了。不妙，夫人情绪大起大落，导致动了胎气。如今胎位极度不稳，今夜极易滑胎，必须立刻施针保胎。姑娘，老婆子要施针了，过程极痛，你必须按住夫人，千万不能让她乱动。小唐，抓紧我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撑过去。啊！知微，好痛！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他！
信女顾云舒愿以半生福报，祈求季氏母子平安。若能度过此劫，信女愿终生如素。传令下去，封锁宅院大门，今夜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若有硬闯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恭喜贵人，胎相终于稳住了。只要静养100日，必能平安顺产。多谢大夫。夏荷，去账上取50两纹银，重谢陈稳婆。小姐，老奴进城探听，听闻当年协助萧景睿配制麝香上药的薛太医，前不久告老还乡，如今就定居在邻县小镇。小姐，奴婢今早进城买讨胎药，在药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大家都说，那薛太医在京城犯了事才退下来的。萧景睿的余党至今未除干净。这薛太医知晓小唐怀孕的事，若他记恨旧事，暗中对小唐和胎儿下毒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齐烨，你带50名顾家护卫去临县，直接将那老家伙绑了，以绝后患。姐姐且慢。薛太医毕竟曾是太医院圣手，若动静太大，恐引来官府注意。不如我与李兰亲自走一趟，与他说清厉害，逼他远走他乡，方为上策。季氏害我全家流离，你们以为逃到江南就安团了？不堕此胎，誓不罢休。小姐，薛太医已经先一步动手了，他现在肯定潜回了我们大宅附近。齐烨，你立刻拿着陛下的令牌去见本地知府，让他调派衙役全城搜捕薛太医。属下明白。那小姐您呢？我写封信，你派快马送回大宅给顾姐姐，告诉顾姐姐，小唐的所有饮食汤药必须由她亲自查验，绝不能经外人之手。薛太医，你暗中与端王残羽书信往来，图谋刺杀皇嗣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带走。哈哈哈哈哈！抓了老夫又如何？端王殿下的旧部早已遍布江南，既是那肚子里的野种，绝不可能活着生下来。薛太医虽被押解诵经，但他临行前那番话，绝非空穴来风。姐姐说的对，端王余党是小唐腹中子为眼中钉，他们定会来寻仇。从今日起，防费加倍，万不可有丝毫懈怠。水下防线是重中之重，增加水底铁网，每隔半个时辰便要用长枪探底，绝不许有死角。统领放心，弟兄们水陆两路轮番值守，定保大宅万无一失。知薇，转眼咱们来江南也快半年了。这江南的气候真养人，我这身子骨
比在京城时爽爆多了。爽路了也得当心。算算日子，孩子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，可得凡事小心。昭仪娘娘，奴婢特意放了少许冰糖，吃完这碗，咱们就回屋歇息。芷薇，我肚子好痛，羊水破了，孩子要出来了。姐姐，小唐要生了，快扶她进产房。娘娘，您用力，跟着稳婆的话使劲，奴婢在呢。痛，好痛啊！小姐，大门已锁，顾家军全员出动，已将产房四周100步之内合围，绝不让任何闲杂人等靠近。收好了，绝不能在这个关头出任何乱子。不好，这胎儿的腿先出来了，是难产，胎位不顺。沈姑娘，顾夫人，不好了，胎位不正，生产受阻，拖延太久，产妇和孩子怕是都保不住啊！我来施针，你按住夫人的腿，万万不能让夫人缩身子，否则胎儿就没命了。娘娘，您一定要撑住，千万不能睡过去啊！小唐，你听着，我们在深宫里吃了那么多苦，九死一生才逃到江南，你难道甘心在这里放弃吗？想想你的孩子，他还在等你去抱他。信女愿以此生所有功德，换他们母子平安，求上苍垂怜。下河，快给昭仪喝下，补充体力。恭喜贵人，贺喜贵人，生了，是个漂亮的小千金，母女平安呐！小唐，你看这孩子眉眼温顺，长得真像你。知薇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咱们不求什么荣华富贵，不入皇室族谱，只求他一世平安。就叫安安吧，平平安安，远离京城那些恩怨是非，在江南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小小鸟的皮肤娇嫩，你这衣角可得缝得平整些，莫要磨着它。你放心，这可是最上等的苏绸，等小小姐满月，定让她穿得漂漂亮亮的。沈小姐，听闻宅子里添了小千金，咱们田庄的人自发备了些土特产，来给小千金贺喜了。恭贺贵人弄瓦之喜，祝小千金岁岁平安。沈小姐，这是咱们自家母鸡下的蛋，给小闺女满月添个喜气。丽兰，
把准备好的喜银分发给大家。多谢各位乡亲，今日粗茶淡饭，大家莫要嫌弃。小唐，听听外头的热闹劲儿。以前在宫里，那些劳什子宴席虚伪得很，哪有现在这般朴实的烟火气？知薇，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带我逃出来，我和安安怕是早就化作冷宫里的一缕冤魂了。都过去了，如今尘埃落定，安安在江南必定能平安顺遂的长大。娘娘趁热喝，奴婢今儿高兴，特意在鸡汤里多加了些红枣。此乃京城送来的急信，请沈小姐亲戚。姐姐，是陛下的亲笔信。陛下在信中说，萧景睿的残余党女已经在上月被彻底肃清，江南再无隐患。当真？那朝堂如今可安稳？信中提及朝廷安定，陛下还给安安赏赐了大量绸缎与名贵药材，还说若我们想念京城，随时可以回去小住。回去就不必了，这江南水乡极好。我们既然走了，就没打算再陷进那泥潭里。我这便回信谢恩，只说我们志在山水之间，无意重返朝堂，感激陛下成全。这下好了，心中大石落地，往后咱们就真的只做这山野闲人了。萧小姐，您慢些跑，这田埂湿滑，可别摔着了。夏荷姑姑，你看这蝴蝶多漂亮！快来人啊！小姐落水了，快救人啊！多谢老王，多谢你救了小姐。齐烨，立刻派人在宅院周围的河道、水田以及蓄水渠旁全部加装2尺高的实木防护围栏。属下领命，今日便让木匠动工。夏荷，以后绝不允许安安独自靠近水边。他虽已成年，但心思单纯，切不可再有疏忽。奴婢知错，以后定寸步不离守着小大爷。安安，瞧瞧，这是大姨娘特意给你做的木车，以后就在这院里玩，可不许去外头水田了。你这丫头真是吓死娘亲了，以后就在院里陪着你顾姨娘和沈姨娘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娘，安安知错了，以后一定乖乖听话。在下城中书院林默，听闻贵妇千金聪慧无比，特登门拜访，提议让千金入学读书，习得诗书礼仪。夫人，女子多读书，方能明理。城中书院风气极好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
林先生厚爱了，只是我家丫头顽劣，且家中向来不喜热闹，书院里人多口杂，只怕……林先生，我有个折中的法子，不知先生可愿每日抽一个时辰，亲自登门授课？至于束苏，我们愿出双倍。沈姑娘爽快，既然贵府喜静，那在下便每日申时准时登门，教导千金作画识字。如此甚好。李兰，带林先生去账房拾取首月的束胸，把这扇窗打开，外头的竹景正好。在这儿读书最能静心。还是大娘娘想得周到。奴婢已经把小小姐最喜欢穿的几本书都备好了。顾姨娘，安安以后真的要天天坐在这里抓耳挠腮了吗？祁统领，在下教导千金半月有余，见府上2位夫人和沈姑娘谈吐高雅，见识远非寻常商户可比。不知主人家从前在北方是做何等生意的？林先生说笑了，我家主人不过是北方本分的富商，因避战乱才举家迁居江南。先生只管安心教书便是。知薇，这日子过得真快，看着安安一天天长大，我倒觉得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。是啊，没有深宫里的算计，没有刀光剑影，只有这平淡的墨香。娘，大姨娘，沈姨娘，安安已经18岁了，琴棋书画也学全了。我想独自驾着小舟，去游历游历这江南的大好风光。知薇，安安长这么大，没离开过我们半步。江南水路复杂，他一个人出去，我这心里如何能安？小唐，云英大了，总要见见风雨。江南是我们的地盘，难不成我们还护不住一个丫头？姐姐说的对，我已经让齐烨挑选了2个身手最顶尖的顾家护卫全程随行，沿途田庄也打好了招呼。小小姐，江南秋日多雨，奴婢连夜赶制了几身厚实的衣裳，您在路上千万别受了凉。夏荷姑姑最疼我了。安安只是去游山玩水，很快就回来。你们别担心。萧小姐，干粮和银票都在这包裹里。遇事不决，就亮出大娘娘的顾家令牌。娘亲说过，这发簪是那座深宫里的东西。外面的人都说京城繁华，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娘，顾姨娘、沈姨娘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安安半月后就回来。路上听护卫的话，千万别贪玩。
这丫头一走，宅子里顿时冷清了。不过，看着她能在天地间自由飞翔，真好。是啊，想当年我们在宫里，行差踏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。那些逼宫殉葬的日子，如今回想，真像是一场大梦。梦醒了，我们终究是争回了这条命。往后，咱们就只管在这水乡里喝茶、赏花，快活一世。大娘娘，咱们今年的稻谷又丰收了。如今账上的银子，莫说供咱们富贵一生，就是再买10个大宅子，也绰绰有余。银子够用就行，把多余的粮食多分给佃农一些，大家过得好，宅子才安稳。小唐，是安安的书信。紫薇，信上写了什么？这丫头没闯祸吧？安安说，她在上游的灵水镇上遇见了一位从京城南下四处游学的梁书生，两人结伴同游，很是有趣。这丫头真是胡闹！一个来历不明的京城书生，万一是个骗子，可怎么好？不行，我得让齐爷把他揪回来。小唐，你先别急，安安身边有顾家护卫跟着，那书生若心怀不轨，早就被扔进江里喂鱼了。正是，信中说那书生谈吐温雅，心思单纯。况且安安也大了，有些缘分强求不得，也拦不得。我们且由着他，只要他开心便好。娘，安安好想你。你这丫头一走就是半年，可算舍得回来了。小小姐长高了，也结实了。娘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去游历可见识了好多好玩的事儿。还有那个梁书生，他还托我给您带了折扇呢。当年皇陵那场熊熊烈火，京城宫变时的步步惊心，如今早已随着滚滚江水彻底远去。姐姐，小唐，这杯酒敬我们重活一世，敬这江南山水，敬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敬我们岁岁平安，相守白头。我老爷子肯定更以为了江南江南。